大家好，我是端端，这集要来解说 AT 在 Kingdom 舞台中所使用到的古典音乐。因为解说内容的关系，所以舞台顺序不会按照时间先后。100秒舞台里面虽然没有使用到古典音乐，但制作人把有着活泼明亮色彩的 wave 从大调改成比较阴暗的小调，弦乐紧凑的短节奏，表现出了悲壮的气势。那这样的音情让我联想到了贝多芬的第5号交响曲《命运》。Reborn 舞台用了维瓦蒂小提琴协奏曲4季中的夏里的第3乐章。4季中的4首都各附了一首14行诗，夏的第3乐章则是描写午后雷阵雨的恶劣气候以及处在当下的那个心情。对于现代人来说，用音乐抒发情感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巴洛克时期作曲家来说，作曲家们都是以神为本的，写作对象是宫廷、贵族或者是教会，而且因为乐器的发展还没有成熟的关系，所以就连音量上面的调节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尽管巴洛克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精致、精巧、美丽、漂亮，但这些音乐都还是为了别人的欢乐。维瓦蒂在4季中用小提琴的技巧模拟大自然的各种声音，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一件非常革新的创举了。个人认为这场古典音乐像是在呼应舞台概念，它也是处在暴风雨般不好的环境之中。那选用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让我联想到那时候还没有启蒙的音乐，以及暗示即将在夏天的回归。2020年末妈妈的演出虽然不是在 Kingdom 中表演，照理说应该算是第0或是第0.5个舞台，但是以 AT 值所策划的舞台完整性来看，我个人还是把它算在内。这场使用的是莫扎特第1小调安魂弥撒曲 K626里的第3部分里的技术咏中的第6首末日之泪。第1小调呢，指的是这首歌的调性，西洋调是有24个的大小调，你也可以理解为24色的彩色笔。这首歌使用的就是其中一个颜色D 小调来绘制 K626是这首曲子的编号，就像每个照片都有编号一样。K 则是帮莫扎特整理作品的人。安魂弥撒曲是这首歌的形式或者是功能，例如进行曲呢，就是在军队凯旋归来的时候演奏；圆舞曲就是用来跳舞；安魂弥撒曲它就是用在悼念的仪式上面。那这些弥撒曲的经文都是固定的，不同的作曲家会依照这个经文来谱曲，所以还有其他不同的安魂弥撒曲。这首曲也是莫扎特晚年的时候受到一名丧妻的伯爵匿名委托而作，但是因为那时候莫扎特的精神状况其实已经很差了，所以他认为自己受到死神的威胁。那曲子还没写完，他就过世了。这场舞台标题是《末日之泪》里的最后一句“愿他们安息”。虽然使用最后一句当做标题，但是舞台中选用的是前段的部分。我想是因为后段音乐氛围它转成明亮的，跟舞台不太适合。AT 在妈妈的时候表演 Answer， 而且选用末日相关的音乐配合地狱的主题，但在倒数第2场的 Answer 却是选择歌颂人类、赞美世界的欢乐颂。那这样子以竞争开始，然后以和谐结束，反差感让我觉得很有趣。那也相信 AT 值接下来的舞台会一如往常的鞠躬尽瘁。No Limit 舞台选用的是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合唱中的第4乐章。第4乐章其中的歌词改编自诗人铁略的《欢乐颂》。那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贝多芬是古典音乐中里面最重要的人呢？还有为什么第9号交响曲是交响曲的巅峰之作？因为在18世纪之前的作曲家都是以神为本，这刚刚前面有讲过，作品都是为了神跟别人的欢乐。贝多芬他生于177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
当时正处于启蒙时期。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也影响到了贝多芬，所以贝多芬的音乐不再是为了上流社会，而是出自于个人情感，还有他的想望跟他的思想。作曲家们也开始用音乐抒发自身的悲伤跟欢乐，就像我们听着 Star 111一样，能够感受到 AT 子的爱，用音乐让听众能够感同身受作曲家们要表达的情感，然后以音乐为媒介进行对话的方式，影响到了现在。另外还有重要一点是，贝多芬他坚毅的性格跟他强大的精神力。贝多芬于1827年逝世，第9号交响曲的首演在1824年，所以他在创作第9号交响曲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耳聋了。所以第9号交响曲就等于是他对一生的生命的回答，赞美万物，歌颂人类，世界大同。AT 只使用的是第4乐章最经典的片段。我个人觉得 Answer 的调性是小调，要跟大调的欢乐颂结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虽然制作人他改变和声去调和两首的契合度，但是他也因此舍弃了 Answer 副歌中的背景音乐里面的副旋律。然后为了增加气势，所以改成了重低音的摇滚版本，所以让我觉得原本令人印象深刻的副歌的合唱部分变得比较淡薄一点。是我个人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但是对应 AT 的世界观里面的无政府主义，还有在这之后的 The Real 的文化融合舞台，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伟大的作品了。现在随便一首流行音乐都可以看到文化融合的元素，像是慵懒的爵士啊、活泼的雷鬼，或者是神秘的东方风格，仿佛听着音乐就可以游览全世界。出了 World 舞台使用了德弗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里面的第4乐章，至于布拉格德弗扎克经常采用波西米亚还有斯拉夫民族的音乐融入到他的作品里面。所以在他受邀到美国纽约担任音乐院院长时，也非常积极的鼓励学生去多多探索美洲原住民还有非裔美国人的音乐。然后他自己也在担任院长期间写了这首新世界交响曲，所以这个新世界指的就是美国。那我个人觉得也可以看作是他所期望的新世界的音乐。这首曲子里面就融合了他家乡波西米亚的旋律、美洲原住民的民谣，还有非裔美国人的灵歌。那我觉得除了文化融合的概念与之后 Answer 欢乐颂的舞台呼应以外，新世界音乐里充满着冒险开拓的精神，也跟 AT 的世界观契合。那德弗扎克用他的影响力推广家乡，还有在当时还是非主流的音乐，也跟 AT 在最终的目的所展现的一样。在前面的舞台都是使用西方非常知名的古典音乐，表现出古典跟流行的结合。那 The Real 舞台，它虽然看起来好像很现代，但是它以电音表现中东音乐，再加上韩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不仅仅是文化上面的融合，也是十足的古典跟流行结合，以及最后一同自然与动物，不论竞争关系，无论是哪种人，全都一起欢庆的画面。所以或许 The Real 即是 AT 的世界观所寻找的乌托邦哦。 이런 게 바로 멋입니다.